我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老婆会公然把野男人带回家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。我更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丈母娘会喜欢上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正在沙发上激烈拥吻的两人，我大脑有点懵。我一直知道唐元看不上我，可我没想到他如此大胆，竟然明目张胆带着野男人回来。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冲上去把两人分开。可能是听到了动静，那个男人率先停下了动作。你老公回来了。背对着我的女人转过头，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语气不咸不淡。你回来了呀，去楼上吧，我忙着呢。你忙啥？忙着跟别的男人厮混。见他脸上一点儿被抓包的羞愧都没有，我吼道：唐元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？唐元冷冷一笑：解释什么？我是跟你结了婚，但我是被我爸强迫的。他在的时候我可以给你面子，现在他都死了，我懒得跟你演戏。你受不了就出去。我脸色一白，你以前怎么玩我都可以不管，可你不应该把男人带回来在家里乱搞。这也就算了，被我抓包，你竟然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王源冷哼道：你说我把你当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就当着你的面跟别的男人搞，怎么了？你还想跟我离婚不成？你别忘了，你所有的荣华都是我爸给的。离开了唐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说完，他冲我吼道：不想在家里待就滚出去，看见你就烦。我脸色越发铁青，咬咬牙，最后直接摔门而出，走到大街上。我心里一片茫然。我叫程浩，26岁，是个农村出来的出租车司机。有次唐辉心脏病复发，我好心带对方去了医院，算是救了他一命。不知道是出于感激，还是想给唐元找个依靠，他逼着唐元跟我结婚，并让我当唐家的上门女婿。我俩结婚，唐元就能成为公司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而我也能得到一大笔钱。对此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只是唐元虽然妥协了，却看不上我。结婚后从来不让我碰，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尤其是唐辉后来不小心吃错了药去世后，唐元就越发肆无忌惮，天天在外面鬼混。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却没想到他这次竟然把野男人带了回来。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，虽然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在家里的地位却连个佣人都比不上，心里郁闷不已。我去酒吧买醉，直到喝得酩酊大醉，才晕晕乎乎回了家。进到客厅，发现没有开灯，而茶几前似乎有个人在倒水。我喝多了，加上看不清，以为对方是唐元。想起之前对方在沙发上跟别的男人厮混的场景，我脑子一热，想也不想地扑了上去。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对方惊呼一声，无视对方的挣扎。我将人压在沙发上，把身上的 T 恤一脱，就开始撕扯他的衣服。酒精作祟，加上被戴绿帽子的愤怒，让我整个人都失控了。我压着他，粗暴地扯着他的衣服，还一个劲儿地亲着他。啪的一声，我的脸被狠狠甩了一巴掌，剧烈的疼痛让我一下子恢复了点理智。我抬起头，伴随着朦胧的月光，加上近距离的接触，我看到了一张冷然阴森的脸。我大脑有一瞬间的宕机。小妈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被我压在身下的女人会是我的丈母娘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听到陈欢冷冰冰的声音传来：酒醒了，醒了就从我身上滚下去。
我这才意识到我还压在陈欢身上，而他的衣服已经被我撕烂了，零零散散地挂在身上。轰的一声，我脑子炸锅了，心中一惊，我慌里慌张地跳了起来，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茶几，直接将上面的玻璃杯碰倒在地上，玻璃杯碎了一地，在寂静的客厅显得格外刺耳，没空去理会地上的玻璃渣。我不敢直视陈欢，颤颤巍巍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喝多了，我以为您是唐元，所以……剩下的话没说出来，便被陈欢冰冷的声音打断了。给我滚！我飞快地拿起地上的 T 恤，看都不敢看他，逃离般地离开了客厅，直到回到自己房间，躺到床上，我都没有回过神。陈欢虽然是我的丈母娘，可她只比我大4岁，才刚刚30，因为她是唐元的继母。听说她以前是唐辉的秘书，后来被对方娶回了家，才成了唐元的继母。在我眼中，陈欢一直是个冰美人儿，从来不苟言笑，是个典型的女强人。唐辉去世后，一直都是她代替唐元管理公司，毕竟唐元完全没有经商头脑，只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大小姐。虽然陈欢是个女强人，可她跟唐元一样，都看不上我。毕竟我来自农村，还是个跑出租的。也正是因为陈欢瞧不起我，我每次面对他都小心翼翼的。我甚至处处讨好他，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，却仍旧没有获得他丝毫好感。可如今，我差点把他睡了，天要亡我，我一晚上没睡。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我做了陈欢喜欢吃的早餐，想给他赔个不是，可他理都没理我，饭也没吃，直接出门去了公司。我战战兢兢地坐在沙发上，心里十分害怕。我害怕被陈欢赶出去。就在我心头不安之际，突然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传来：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入神。我猛地抬头，就看到唐元站在一旁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脸色一僵，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昨晚的事该不会被唐元看到了吧？所谓怕什么来什么。下一刻唐元就说：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竟然会和陈欢那个女人滚到一起。你俩是太寂寞了，还是你想报复我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昨晚是个意外，我喝多了，把他当成了你，而且我们没有发生实质性关系。唐元挑挑眉：我不管你是真喝多了还是假喝多了，如果你不想我把昨晚的事说出去，就答应帮我做一件事。我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：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见我一脸戒备，唐元笑了笑：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想让你进公司而已。我讽刺道：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唐元看了我一眼：你进唐家3个月，应该看得出来我和陈欢的关系并不好。我点头：因为她是你后妈。唐元在我对面坐下：陈欢以前是我爸的秘书，他勾引了我爸，让我爸把我妈赶了出去，害得我妈生病去世。我知道他进我们家就是图我爸的财产，我很不解。可你爸只是给了他一小部分财产，大部分财产都给了你，甚至还把公司给了你。唐元冷哼道：公司是我的没错，可我不会管理。陈欢就擅自做主掌管了公司，我想从他手里把公司抢过来，我还是不懂。公司本来就是你的，需要抢？唐元给了我一记白眼：公司只是名义上是我的，陈欢很有才，公司很多人都很认可他，我想把他赶出公司，势必需要找个人接近他，取得他的信任。我不行。知道他什么意思？我拒绝道：陈欢和你一样瞧不起我，更何况我是你名义上的丈夫，他不会相信我的。唐元道：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只需要先进公司。我怎么进公司？
我觉得唐元有些异想天开。唐元笑了笑：“你们昨晚可是上过床的，我想你肯定能想到办法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做不到，我就把你跟自己丈母娘滚床单的事宣传出去。”我拧着眉：“你不怕我告诉陈欢？”唐元冷哼一声：“你觉得他会相信？”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：“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投靠陈欢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整死你。”我突然很后悔当唐家的上门女婿，之前我一定是脑子进水了，才会答应唐辉的请求。我犹豫了2天，第3天趁着陈欢下班，将人堵在了门外。“你有事？”陈欢的声音跟他的人一样冷。我拽着他的胳膊，将他带到了公园里。那天晚上的事，唐元知道了。陈欢皱起眉：“你告诉他了？”我摇头：“不是，是他不小心听到了。”我将唐元让我做的事一滴不漏地告诉了陈欢。陈欢很意外：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不怕唐元对付你？”我露出一个苦笑：“我其实不想卷进你俩的争斗中，只是我没办法。你应该知道，唐元不喜欢我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。与其帮他，不如帮你。”陈欢看了我一眼：“为什么？”理由有很多。我解释道：“唐元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大小姐，把公司交给他，迟早得关门大吉。可你不一样，你很有才。唐总去世后，是你一直在管理公司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”我顿了顿：“就算你再有本事，可你到底是个女人，也有累的时候。我希望自己能帮到你。”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这话戳中了心哦。陈欢脸上的表情一致，神色复杂地盯着我：“你这样说，是想为那天晚上的事补偿我？也可以这么说。”他沉默了好久，就在我心中越发忐忑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我可以让你进公司。”我眼前一亮：“真的吗？”陈欢打击我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你不是开车的吗？以后就给我当司机，并且负责我的1日3餐。我出去应酬，你也得跟着我，没问题吧？”我连连点头：“自然是没问题的。”见状，陈欢呼的一笑：“为了表示你的忠诚，我需要你让唐元相信你在替他做事，并且想办法拿到他手中的公司交接书。”我有点懵：“什么东西？”陈欢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白痴。所谓的公司交接书，是唐辉临死前签的一个财产分配协议，把公司交给了王源。你帮我拿到它，只要唐元没有了这个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接管公司，没问题吧？我犹豫道。可我根本不知道唐元把文件放哪里了，我怎么帮你拿到？陈欢做着分析：“那么重要的东西，他一定放在自己房间里，你不会想办法去他房间找。”话说的容易，我跟唐元一直分房睡，他每次从房间出来都会锁门，我能进去才怪。我以前还不理解唐元的行为，现在总算知道了。虽然不知道行不行，但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陈欢这才满意：“走吧，回去吧。”我俩刚到家，就听见唐元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哟，第一次见你们2个一起回来呢。”陈欢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对我说：“我饿了，去做饭。”自从入赘到唐家，便一直是我做饭。听到这话，我便想进厨房，偏偏唐元不依不饶：“站住！”他过来扯住我，对着陈欢说：“程浩是我老公，你凭什么让他给你做饭？”陈欢嘲讽道：“这3个月不一直是他做饭吗？以前没见你维护过他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喜欢上他了？”见唐元想说什么，我急忙扯了扯他：“别闹了，我先去做饭。”说话的时候，我偷偷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不知道是不是接收到了我的暗示。唐元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狠狠地瞪了陈欢一眼。看到我进了厨房，他朝我喊：“
不是要做饭吗？记得做2道我喜欢吃的。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我给陈欢和唐媛各做了2道菜，免得他们一会儿打起来。所幸这俩女人还有点理智，一顿晚饭总算是顺利吃完了。收拾完厨房，我回房间的时候，陈欢从我旁边经过。别让我失望，我有点心累，尤其是看到唐媛正在我房间等着的时候，更加心累。看到我，唐媛直接问道：“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我让你做的事做了吗？”我点头。陈欢已经答应让我进公司了。唐媛挑眉：“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”我道：“就说觉得有些对不起他，想补偿他，就这样。不然呢？”见唐媛似乎不信，我适时地说：“不过他只是让我当他的司机，顺便负责他的1日3餐，然后他有应酬的时候，我陪着他去。”唐媛了然道：“我说呢，这才符合陈欢的做派。”我暗暗松了口气。你还没告诉我后面具体要怎么做？唐媛摇摇头：“不着急，你现在只需要做到让他相信你就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能让他爱上你，就更好了。”什么？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笑话。陈欢怎么可能会爱上我？我难以理解。你如果想对付他，大可以用那天晚上的事威胁他，没必要这么麻烦。唐媛嗤笑：“你太天真了。”陈欢十分有心机，我如果揭穿他跟你有染，哪怕你作证，他也能倒打一耙，说咱俩诬陷他，说不定咱俩会被赶出去，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？那你为什么要让他爱上我？只有他对你死心塌地，才有利于我的计划呀。我有点懵。什么计划？唐媛勾勾嘴角：“这个你暂时不用知道，以后我会告诉你的，好吧？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”第2天，我开车送陈欢去上班，在路上，陈欢询问了昨晚上唐媛跟我聊了什么，我如实告诉了他。陈欢跟我一样觉得可笑，他认为我会爱上你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，我反正是没这个信心。不知为何，我说完这话，陈欢盯着我看了好久，久到我头皮发麻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你还挺有自知之明，就你这样长得不帅，家里没钱，还3流大学毕业，估计没几个女人会喜欢你。”陈欢说：“不要跟我耍小心机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男人，也不可能会爱上你。我觉得自己很冤枉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如果你以后得到了公司，我希望你给我一笔钱，我想和唐媛离婚，去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豪门生活不适合我。”似乎是很意外，陈欢又看了我半天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他不说话，我便找了个话题：“你不担心唐媛会对你做什么吗？”陈欢不屑地哼了哼：“就他那点脑子，我不用想也知道他要做什么。”“做什么？”陈欢道：“自然是想拿走我手上的股份。”听陈欢说了一通，我才知道陈欢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唐媛想把他赶出公司，就得想办法拿走他手中的股份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唐媛会做出一些其他的事，所以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开了半个小时的车，我把陈欢送到了公司，站在硕大的办公楼跟前，我眼中闪过一抹隐晦的光，最后消失不见。陈欢没有看到，见我在那里发愣，语气不耐：“还愣着做什么啊？”我有些诧异：“我能进去？”陈欢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不愿意？”“不。”我呵呵一笑：“怎么会呢？”跟在陈欢后面，他叮嘱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所以我必须喊他的名字。我想想也是，在外面我总不能喊对方岳母或丈母娘吧，那太尴尬了。跟着陈欢来到他的办公室，
一路上好多看到的人都在窃窃私语，也是，想来他们很难理解，为什么陈欢会带一个陌生人进公司，让我在沙发上坐着，陈欢便处理起了工作。我有些搞不懂，他明明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带我来公司？难道是因为不信任我，想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？我在陈欢身边待了2个月，发现他作息十分有规律，白天一直处理工作上的事，忙起来连饭都没时间吃，晚上大部分都跟客户出去吃饭，每次都会喝不少酒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管理一个硕大的公司一点都不容易，更别说陈欢还是一个女人。这2个月，我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有次陈欢去外地出差，要走1个星期，没让我跟着去。我没想到他竟然会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，对方说完这句就挂了，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偏偏当时我和唐媛在客厅吃饭，所以他的话证明我没有幻听，因为他说让我再接再厉。可能是因为这通电话，唐媛心情很好，竟然约我一起喝酒，喝到最后他喝多了，我把他送回了房间。这是我第一次进他房间，趁他喝醉睡着，我偷偷把他房间找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陈欢所说的那个协议书。我甚至把唐家里里外外都找了一个遍，都没有找到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告诉了陈欢。陈欢让我放弃了这件事，说他自有安排。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却也没问，毕竟他并不喜欢我多管闲事。陈欢回来的当天晚上，直接去见了客户，一如既往喝了很多酒。他让我去接他，我把人接回了家，刚将人放在床上，身后便传来咔嚓一声，是房门被锁了。随即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拿出来一看，却是唐媛给我发的消息，他居然让我借此机会再跟陈欢睡一次。我瞪着手机看了半天，简直不敢相信唐媛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叹了叹气。我看了看床上一脸醉意的人，决定在地上凑合一晚上。谁知道我刚刚一动，陈欢就拽着了我的手，他从床上爬起来，挂在我的身上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胡乱亲着我。我推着他，陈欢，你喝醉了。陈欢撇撇嘴，我没醉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扯自己的衣服。我想你，你都不想我吗？我拽住他的手，制止了他的动作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陈欢的手不能动，就凑过来亲我，笑道：知道啊，你是程浩。不知道是不是太震惊于陈欢今晚的言行，我手一松，他竟然缠了上来，搂住我的脖子。他一边亲我，一边命令道：你不许走，我要你留下来陪我。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，面对如此诱惑，谁能受得了？在这一刻，我根本没办法想那么多，直接把人压倒在了床上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陈欢已经穿好了衣服。我发现他面对我的时候，不再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就像昨晚一样。他的声音很软，很温柔，却带着他惯有的强势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男人了，知道吗？什么？我被这话砸懵了。什么叫我是他的男人？我可不相信，只是睡了一个晚上，他就对我有感情了。更何况他之前说过，根本不会爱上我。压下心头的疑惑，我说道：可我是唐媛的老公，我跟你这样是不对的。陈欢微微皱眉，我会尽快把唐媛解决了，到时候你跟他离婚。怎么解决？我脑海中瞬间出现了杀人灭口4个字。陈欢不咸不淡地看着我，突然问了句：你知道唐辉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一愣，不是吃错了药吗？陈欢冷冷一笑，是吃错了药。他说完这句就出去了，留下我在那里一头雾水。我不知道陈欢葫芦里在卖什么药，
只能压下心头的疑惑，跟着对方去了公司。谁知道却在公司看到了唐元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诧异出声。唐元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语出惊人。我来召开股东大会。陈欢皱起眉，你想做什么？唐元冷笑道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说着，他率先进了会议室，并召集了公司所有的股东。我总觉得唐元要做一些不利于陈欢的事，所以在陈欢进会议室之前，我不放心地叮嘱了他一番，让他小心一些。陈欢脸上的表情突然柔和了很多，对着我淡淡一笑，放心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。这是陈欢第一次对我笑，难得让我闪了闪神。想到昨晚上的事，我这才意识到陈欢可能喜欢上我了。只是怎么可能呢？他不是很讨厌我吗？就在我眼神复杂之际，唐元走了出来。我想程浩很有必要也过来听一听呢，毕竟这件事可是跟他也有关系。因他的话，我和陈欢都皱起了眉头。坐在会议室，等所有股东到齐后，有人忍不住问，为什么把他们都叫来？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事情紧急，或者有大事发生，一般不会召开股东大会。唐元不紧不慢地说，我想让大家看个东西。说着，他拿出一个 U 盘，插在了电脑里，投放在会议室的大屏上。下一刻，画面上就露出了我和陈欢的身影，赫然是昨天晚上我俩滚床单那一幕。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唐元从来没信过我，他一直在利用我，难怪他想让陈欢爱上我，原来一直在等这一刻。我错愕地盯着唐元，你居然故意给我们下套。唐元笑了笑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你们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，唐家的上门女婿竟然跟我的继母勾搭在一起，昨天晚上只是一个意外。我辩解道。唐元哼哼道，意外？明明是你们早有私情，你们想谋取我唐家的家产。我气红了脸，你血口喷人，我和陈欢没有私情。唐元气焰嚣张，我有你们厮混的证据，你还说你们没有私情。说完，他看向其余股东，我不反对陈欢找别的男人，可他找谁不好，偏偏勾引了我老公，他品行不端，简直丢了我们唐家的脸。我建议把他从股东大会踢出去。一竿子股东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欢突然笑了，我倒是小瞧你了，居然还知道给我下套。唐元勾着嘴角，轻声对陈欢说，你输了呢，是吗？陈欢悠悠一笑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唐元皱起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陈欢没搭理他，而是也拿出一个 U 盘，对着众多股东说，我这里也有个东西，想让大家看看。他说完，也在大屏上投放了起来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竟然是唐元和一个医生的对话。医生是唐辉的主治医师，唐元跟对方说，让他换了给他爸爸的药。唐元率先反应过来，他冲过去关掉了屏幕，质问着陈欢怎么会有这个视频。我都惊呆了，把陈欢拉到身后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唐元，你太恶毒了，唐总可是你爸爸，你居然想害死他。其他股东也对陈欢指指点点，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心狠手辣。见事情败露，唐元说行说道，是我指使医生做的。怎么了？我一脸失望。为什么？唐元恶狠狠地说，因为他害死了我妈，如果不是他被陈欢勾引，把陈欢娶回了家，我妈也不会被他赶出去，更不会抑郁而终，所以他该死。说到这里，他瞪向陈欢，还有你，你也该死。不过我不会便宜你，我不仅会把你赶出公司，还会把你赶出唐家，让你名声扫地，一无所有。
我打断他，他就算再不济，也是你爸，他有心脏病，就算你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多久。而且他知道自己会死，还提前给你留了遗产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你这是犯法。唐元突然怔了怔，我以为他后悔了，可他却抓住了陈欢的衣襟，质问道：你既然找到了证据，是不是报警了？陈欢推开他，你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晚了。他的话刚落下，就有警察推门进来，说唐元涉嫌故意杀人罪，被逮捕了。被警察戴上手铐的那一刻，唐元拼了命的挣扎，还一个劲儿地诅咒着陈欢。最后他被强行带走了，解决了唐元。陈欢拽着我往外边走，你现在去办离婚手续。我脚下一顿，挣开了他，我不去。陈欢怔了怔，你什么意思？他顿了顿，你看上唐元手上的财产了？我摇头，跟钱没关系。他不相信。现在唐元坐牢了，作为他的丈夫，你会得到他所有的财产，甚至是公司。你确定没有心动？我讽刺道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，都喜欢钱？他脸色一白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我看着陈欢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陈欢一愣，你的东西？你确定你不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？他一字一句地质问我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真心想投靠我？你根本不喜欢我，你一直在利用我。我知道陈欢为什么会这样说，他以为我想借他的手除掉唐元，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得到唐元手上的财产。毕竟之前他和唐元都对我不好，我利用他也好，除掉唐元也好，都是出于报复。只是他猜错了。我呼的一笑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3年前有一个男孩来公司实习，最后被你们开除了。陈欢愣住了，错愕地睁大了眼睛。你就是当年那个人？没错，我承认道。是不是很诧异？陈欢后退了2步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？你一直在等今天？是，我点着头。想不到吧？我回来找你们复仇了。见陈欢白了一张脸，我冷笑道，为了这一天，我可是足足筹划了2年。3年前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初入社会，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。我有幸进入了一家刚刚成立的小公司，当时公司正好对接上一个大客户，如果能拿下这个客户，公司必定会逐渐发展壮大。公司老板让我们设计一套详细的合作方案，谁能签到这个客户，不仅能转正，还能拿到一大笔提成。我废寝忘食了1个星期，做了一个最精美也最详细的方案，我给了领导，希望领导能够采纳。可我最后等来的却是领导说我剽窃他人的方案，将我开除了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不甘心，想去找领导质问，却被赶了出来。无奈之下，我询问了当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，才知道所谓的剽窃是领导的秘书说那个方案是他设计的。同事告诉我，秘书和领导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，就算方案不是秘书设计出来的，领导也会将错就错。我当时什么办法都没有，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只是后来我听说秘书利用我的方案，在领导那里邀功，成功拿下了第1笔大单子。从那之后，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了行业里的龙头公司。1年后，秘书让领导赶走了正事，进而娶了她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被强行压下去的不甘瞬间冒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我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我辞了另外找到的工作，更名改姓，跑起了出租车司机。没生意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在公司附近停留。时间久了，我知道了公司的领导叫唐辉，
而那个秘书叫陈欢。后来我用了1年的时间，摸清了唐辉有心脏病，也知道因为陈欢的进门，唐元的母亲抑郁而终。唐元对唐辉和陈欢都有恨意，而陈欢之所以嫁给唐辉，就是看中了唐家的家产。作为唐辉的秘书，陈欢知道唐辉有心脏病，他也知道唐元是个草包，没有经商能力，所以他一直在等唐辉去世，这样他不仅可以继承相应的财产，还能想办法得到唐辉的公司。我想要利用他们的矛盾，将他们逐一击破。后面的1年里，我一直在找机会接近唐辉，因此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，正好他的司机有事不在，我便主动接近了他，好心送他去了医院。我对唐辉有救民之恩，加上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就想让我做唐家的上门女婿。如此好的机会，我自然不会错过。我知道唐元是个纸醉金迷的大小姐，所以我找了个符合她审美的男人接近她。从那个男人口中，我知道了唐元有想要杀害唐辉的念头，所以我知道唐元收买了唐辉的主治医师，偷偷换了唐辉治疗心脏病的药。我并没有阻止，所以唐辉就这样死了。唐辉死后，我让那个男人想办法跟着唐元回家，让我抓包，这样我就有了喝醉的理由。之所以那天去酒吧买醉，是因为我知道陈欢在那天有个应酬。醉酒回家后，我故意走错房间，进了陈欢的卧室。我故意跟他发生了关系，我还跟那个男人发了消息，让他叫醒唐元，好让唐元知道我和陈欢睡了的事。唐元和陈欢是敌人，他一定会利用我对付陈欢，所以我并不意外他知道后让我接近陈欢。后面我故意投靠了陈欢，就是想进公司寻找3年前陈欢窃取我方案的证据。我很庆幸陈欢在工作时有备份和留档的习惯，所以趁着他去出差，我找到了证据。陈欢一直让我找唐元手中的那份文件，之所以找不到，是因为唐元给了她的男朋友，让对方帮忙保管，而唐元不知道对方是我收买的人，所以那份文件便落到了我手里。我知道唐元从来没有相信过我，他一直想把我和陈欢一起从唐家赶出去，所以我没有把文件交给陈欢。我甚至让人无意中告诉了陈欢，在唐辉死之前，唐元见过他的主治医师。我想借着陈欢的手除掉唐元，而他也没有让我失望，找到了那个视频，并通知了警察。唐元坐了牢，他的所有财产自然都是我的。当年如果不是陈欢窃取了我的方案，唐家能有今天？所以唐家的一切本就应该是我的。从我答应跟唐元结婚，我就在等这天。唐辉死了，唐元进了监狱，我的敌人只剩下了陈欢。在唐元被抓走后，我偷偷将3年前陈欢窃取我方案成果的事匿名发到了公司群，想必过不了多久，陈欢就会被董事会弹劾出局，他会被赶出公司。而鉴于他的品行，就算他再有能力，也不会有公司愿意要他。事实证明，我并没有猜测，因为陈欢接到了他秘书的电话，对方将群里已经炸锅的消息告诉了他。陈欢的身影摇摇欲坠。当他被告知被公司股东弹劾出局，并且被开除的消息后，脸色惨白一片。他看着我，忽地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却流了出来。他喃喃道：“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输在你这里，输得一败涂地。”我纠正他：“你只是没了公司和工作而已。我想唐辉之前留给你的钱足够你生活一辈子。”
陈欢摇着头，惨笑道：“可我不仅想要钱，我还想要你。你是我30年来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真心喜欢上的男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一边哭一边质问我：“程浩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？”是。看着他惨白的脸，我刺激着他：“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一丁点儿都没有。我接近你，对你好，都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。”无视他摇摇欲坠的身影，我继续道：“如果当年你没有窃取我的成果，没有把我从公司赶出去，我或许会真心喜欢上你。可惜了，这世界上没有如果。”盯着他，我一字一句道：“你不应该窃取我的成果，也不应该为了一己之私破坏他人的婚姻。你有今天，都是你的报应。”他倒退了2步，眼泪一直往下掉，自嘲道：“哈哈，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报应。”我不想再看他狼狈的模样，打算离开这里。在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我眼中闪过一抹不忍，却被我强行压了下去。我说谎了，我其实对陈欢有好感，可她那样的女人不值得我喜欢。她做错了事，就该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不能心软，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